周讲。陈总，咱们市里到县城的冷链干线已经全线贯通了，但是刚才收到消息，县城那个恒盛商贸的物流主管刚上任，正在卡咱们下游几个农副产品小厂的物流线，要不要我直接断了恒盛的货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恒盛商贸的物流主管，那不是刘强表哥刚吹嘘上任的职位吗？先按兵不动，让他们先蹦跶。你暗中派2辆市级冷链车去县城待命，尤其是林小夏那个加工厂，给我盯死了。一旦恒盛敢卡他的物流，立刻用我们的车队顶上，无论如何保住林小夏的货。明白，陈总。对了，您这次衣锦回乡，真不带几个保镖或者助理，几千万身家的人了，开着这么高调的车，我怕您遇到麻烦。回个村而已，带保镖像什么话？强哥现在可是混好了，说不定快成咱们村的首富了。这宝马开回来多气派，以后可得拉兄弟们一把啊！其实也就是个物流主管，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调度几百台大火车罢了。公司刚给配的额度，我寻思着回村得要个代步的东西，就随便挑了辆宝马。这车真漂亮，得好几十万吧？那个陈浩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听说还在工地搬砖呢，连个4个轮子的老头乐都没混上。他一个连高中都没考上的苦哈哈，除了卖力气还能干嘛？要不是我妈非要叫他，我这流水席的门他陈浩都进不来。等会儿他要是真来了，你们可得给我盯紧点，别让他那脏手摸我的车，划一道口子，他半年砖就白搬了。那是，肯定给他拦得远远的。乖，这标志，这是路虎大揽胜吧？这得大200-300万吧？村里来市里的大领导了。车这么金贵，他自己穿的这是什么？一看就是租的吧？没什么出息，还非要回来装2下。哎，哼，我当是谁呢？哟，我当是哪位大老板呢？原来是耗子啊！我说耗子，你为了回村蹭我这顿升职宴，顺便在乡亲们面前装一下，还专门去县城婚庆公司租了个豪车撑场面。哎呦，一天得800块租金吧？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你看你这身行头，全身上下加起来超过50块钱了吗？跟这车搭吗？你看看你就算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他也就这点格局了，跟小时候一样，有点小钱就不可一世，喜欢狗眼看人低。表哥，你别把自己的行为模式按在别人身上，反倒是你升个小职就大张旗鼓的请全村人办酒席嘛。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还小职？你一个常年工地搬砖能买这车？表弟，你别是干什么灰产去了？表哥劝你，违法之事不可为啊！哎，表弟，你这车怎么连个交强险标志也没有啊？别是哪个抵押车行弄出来的黑车？耗子，没钱不丢人，打肿脸充铺子可就惹人笑话了。走进院里，让你二姑也长长眼，看看他这个开路虎的好侄子。行，既然你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那今天这出戏我就陪你唱到底。咱们老刘家的财神爷回来了，强子，快进屋，主座给你留着呢。二姑好。耗子来啦，进去坐，跟你表哥多学学，别天天靠出死力气挣钱。张姨，祝强哥高升，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哟，小夏，这红包薄的里面是塞了张纸条吗？你那个破农副产品加工厂是不是连电费都交不起了？张姨，
厂里最近资金确实周转不开，这款果子是最新鲜的。小夏，听张姨一句劝，你一个女孩子硬撑什么厂子？赶紧把厂子卖了，我给你介绍个好人家。隔壁村李大帅，人家虽然年纪比你大点，腿脚不太利索，但家里搞养殖的，有钱着呢，彩礼绝对出得起。嫁过去直接当老板娘多好。张姨，我现在不想嫁人，厂子我也绝对不会卖，我能救活，只要强哥这边的物流线能给我放行。嘿呦，小夏，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什么叫我给你放行？我们恒盛商贸可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规章制度严格的很。你那点破农产品，冷链资质不全，包装也不达标，我作为物流主管，哪敢顶风作案给你发货呀？这要是出了问题，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强哥，我的资质全都是县工商局盖过章的，以前都能正常发货，怎么你一当上主管就说不达标了？我库房里压了10几吨的生鲜，再运不出去就全烂了，违约金会把厂子拖垮的。小夏，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也不想看你破产。这样吧，你把厂子60%的股份作价10万块钱转给我参股，只要合同一签，我恒盛的货车半小时后就能停在你厂门口，怎么样？强哥够照顾你了吧？60%，10万块，你这是明抢！我那厂子光设备就投了80万。哎呀，那你这拒不配合，强哥我很难给你办事儿啊。那我还是不能给你随便发货。你，表哥，刚升职就这么威风啊？占便宜嫁到自己乡亲们头上了，连血汗钱都想吞。你这物流主管的权力很高啊，比人民都要高了。怎么说话呢？陈浩，你算个什么东西啊？陈浩，一个在城里搬砖的泥腿子，一个月到头赚的钱都不够人强子吃顿饭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教训你哥？你为了回村冲大头，连路虎都要去县城租个黑车，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净，还敢在这优秀美管闲事儿？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什么租黑车？浩哥在外面遇上什么麻烦了吗？小夏，物流的事儿你不用求他，你也别急，我有办法，相信我。明天早上8点，我会亲自打个电话，市里最高规格的冷链车队会直接开进你的厂区拉货，并且不用你掏1分钱。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市里的冷链车队，他还以为自己是市长呢。搬砖把脑子搬坏了吧？这牛皮吹的牛都在天上飞了，一个臭打工的装什么省城大少爷啊？行啊，陈浩，几年没见，别的本事没长，吹牛逼的本事倒是成了天下第一了。自己是个连500块份子钱都得东拼西凑的废物，还在女人面前装霸道总裁，还市里的冷链。你今天要是能向全村人证明，村口大槐树底下那辆黑战神路虎是你自己全款买的，小夏那10几吨货的物流费，我刘强今天个人掏腰包全给你包了。但是，要是你证明不了，你今天就给我跪在老刘家的祖宗牌位前，当着全村老少的面磕3个响头，承认你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废物骗子，然后滚出村子。陈浩，你敢吗？陈哥，别和他硬来，我们走吧。好啊，你想怎么验？走，乡亲们，今天大家都做个见证，端上饭碗跟我群口，跟我去村头口。今天我就亲手戳穿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脸皮，验车。浩哥，你是不是疯了？你别为了我争这一口气啊！大不了厂子我认赔了，你不能去啊！要是真当着全村的面下跪，你以后还怎么做人啊？放心吧，今天强哥给我们弄了场大戏，你就睁大眼睛看好吧。快点，乡亲们都走快点儿，看看咱们村这个大富豪的高级车。浩哥，算我求你了，别跟他争了。就算是租的，怎么了？咱们不理他。他现在是恒盛的主管，在县里认识很多游手好闲的人，我怕你吃亏。小夏，你也觉得我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吗？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是那车太贵了，万一磕了碰了，咱们赔不起的。趁现在人多乱，你赶紧上车开走。厂子物流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小夏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被人欺负还需要你站出来的人了。现在换我来帮帮你，放心，看戏就行。哎呦喂，这车做的是真皮的吧？看着真洪亮。
有什么好的？闻着就一股子甲醛味儿。小夏，你还护着他，我是怕他走歪路。现在县城里很多这种水车、套袍车，甚至是不知道哪里流出来的抵押车，专门被一些没钱的穷包蛋开出来骗人。万一被查到，哼哼。刘强，你别血口喷人。耗子为人一向老实刚正，绝对不可能干违法的事儿。刘强，我再说最后一遍，这车全款我的，如果有损，你是要赔的。全款买的豪车是吧？好的很。听说路虎原厂的车漆那可是出了名的硬，防刮防蹭。我今天就替村里的乡亲们，也替你二姑把关，验验你这车到底是个什么成色，看看它到底是豪车还是几万块拼装的破铜烂铁。你干什么？我就说嘛，这种租来的破车漆薄的跟纸一样，一划就露馅儿。真要是几百万的车，能用钥匙划得动？看到没？一划就见底，铁皮都快露出来了。这要不是翻新的事故车，我刘强把这车门吃下去。完了，这么长的划痕，肯定要天价赔偿。浩哥得打多少工才能赚回来？原厂定制黑武士车漆，一旦破损无法局部补漆。这一道贯穿了2个面，必须整面坦基喷漆。送回市里的进口车间，4、5万打底。表哥，你这随意划的一下，你几个月的工资够赔吗？吓唬谁呢？还4、5万？就这破铁皮，你今天要是拿得出购车发票，证明这车是你的，我刘强双倍赔你10万。要是拿不出，你就是诈借。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抓你。陈浩，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抓你，让你去大牢里蹲。对，报警，把这个开黑车的骗子抓起来，免得连累咱们村的名声。哎呦喂，赵总，真的是您啊！您怎么亲自来我们这穷乡僻壤了？您这日理万机的，有什么指示打个电话，我立马回县城汇报就行了。乡亲们，这位就是我们恒盛商贸的赵总，身价上千万的赵总，专门来视察我的。是啊，小刘啊，刚好下乡办点事儿，顺道路过你们村，就来看看。我刚听说，您来的正好，我正替咱们县里的治安除害呢。我们村出了个不知死活的偷车贼，起开！这不是城东 4S 店今早刚被那位大鳄全款提走的那台顶配黑武士大揽凤吗？赵总，您认错了吧？这车没有保险标，是我表弟陈浩去县城租回来的抵押黑车。放你的五香麻辣连环屁！老子在商场混了多少年，连这种顶级豪车都认不出来？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这车的22寸锻造轮毂和特殊黑漆是专门花了大10万从海外原厂选配的，全省都找不出第2辆一模一样的。这车连税落地快300万了，你他妈跟我说是租来的黑车？陈浩怎么可能和这种大老板扯上关系？不，绝对不可能！好啊！你小子居然敢偷开大老板的车回村装阔！赵总，不可能的，浩哥不可能偷车。不可能，他身上这套衣服连50块都不值，他能买得起300万的车，这不是偷的，是哪里来的？这要是让人查下来，发现车被你们毁成这样，你们谁能跑得掉？等着赔钱吧！老天爷呀，你个三个门星，你自己找死就算了，你居然敢偷大老板的车，你这是要害死全村人啊！丢人现眼，咱们老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咱们村可是县里评的文明村，你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你要害死大家呀！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刚才可没碰那车。赶紧报警吧，把他抓起来！好一出大戏！为了推脱责任，连脑子都不要了。我就静静的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要是报警，警察一来定损，这4、5万的车漆最后还是得我赔。不行，既然赵总认定这车是偷来的，那只要这辆车彻底消失，就没人知道是我划的车了。对，就这样干。大伯，赵总说的对，
这要是报警，警察一来，事情闹大，咱们村文明村的牌子就彻底砸了。这牌子一砸，以后全县谁还敢收咱们村的农产品？小夏的厂子也得跟着倒闭，全村人的饭碗就都砸在陈浩手里了。那你说怎么办啊，强子？这车绝对不能留在村里，趁现在没人知道，大家搭把手，直接这黑车推到村后头的野河里，陈江毁尸灭迹。只要车没了，就死无对证。陈浩，你还不赶紧开的离旁边的河近点儿！我不开，有本事你们自己弄。这行吗？是不是不太好啊？这是要违法吧？快把车开过去，这样才能救我们村儿。车是我划的，那还不是你偷来的？还是因为你不开，反正河边很近，我们自己来。强哥，这铁王八太沉了，推不动啊！推不动也得推。今天不把这黑车沉了，人家追究下来，咱们全村都受牵连。用力！我做主了，等会儿每人发2条华子。厂子今年的物流费我给你们免了。浩哥，就算车不是你的，推河里被发现也要赔的，你快拦住他们啊！你们疯了吗？这可是几百万的车，真掉进河里，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死丫头，滚一边去！你还护着那个偷车贼，这车是偷来的，沉了也是替天行道。住手！死小子，你要捏死我呀！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公物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刘强，这可是你自己把头往断头台上伸。小夏，没事儿，让他们推。今天这出戏不唱到最后，他们是不会死心的。浩哥，你1、2、3，前面就是下坡了，车就能直接滑进河里。哎呦我操！妈呀，这偷来的车成精了，还会自己动！陈浩，你个偷车贼还敢车上动手脚，你是要蓄意谋杀！哎呦喂，这杀千刀的，偷了车还想害死我儿子！村长，你快管管啊！反了，真是反了！咱们老陈家没你这种败类。强子，不用顾忌什么亲戚情分了，马上报警，把这个祸害抓走，给大家、给车主任一个交代。行，陈浩原本想为了村里的名声放你一马，既然你给脸不要脸，我现在就报警，我让你去局子里蹲。同志你好，有单村有人偷车，把车钥匙给偷走了。不对劲儿，绝对不对劲儿！就算是找专门的盗窃团伙偷来的车，怎么可能偷得到原厂配对的远程启动钥匙？路虎揽胜的安保加密系统是出了名的变态，除非这车真的是他的，他就是店员说的那个大人物。等等！赵总，你这是？我正要报警抓这个偷车贼呢，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偷来的车，他怎么会有原配的远程启动加密钥匙？那可是需要大老板本人的指纹和身份证在 4S 店后台当面激活的。这不可能！他一个在工地搬砖的，怎么可能是大老板？这钥匙肯定是他从网上买的几十块钱的遥控玩具，对，就是假钥匙在这装神弄鬼。表哥，报吧，怎么不报了？我也想看看，故意毁坏他人300万的私有财产，涉案金额高达5万以上，这个数额够不够你在里面踩几年缝纫机？你少唬我！这车要是你的，我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这条臭水河里的水一口气喝干！刚才接到通知说，我店有一台高端车在这里失窃了，是他，就是他，陈浩，他偷了这辆路虎揽胜，还用假的遥控玩具伪造车钥匙，你们快把他抓起来，给他扭送到派出所。你的意思是，我们车的车主不久前刚在店里刷了将近300万的全款提了这辆车，现在他就又偷了自己的车，他图啥呢？这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
大家别被他骗了，这西装男肯定是陈浩花200块从县城劳务市场雇来的群演，那个什么绿本也绝对是在街头办假证的地方随便打印的。你，哎，反了！对啊，青天大老爷，陈浩就是个在我们村蹭饭的穷光蛋，在工地上搬砖的泥腿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他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这绝对是诈骗！快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表哥，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同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既然有人质疑，麻烦您当面核实一下。我是咱省的地区总经理，真假我们有能接入警方提供的扫描设备。如果是真车，你们刚才的煽动行为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好。经警方系统联网核实，该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与公安系统后台登记完全一致，车主确系陈浩本人。赵总，您说句话啊！去你的！你这个瞎了狗眼的畜生，自己找死，别拉着我垫背！完了，全完了，完了，全完了！我刚才居然指着这位鼻子骂，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都是刘强和张翠花忽悠我们的，我们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这辆车。对，我们是被他误导了，是刘强说这是黑车，车确实是我的。但车门上的这道划痕是刚才他用钥匙当着全村人的面恶意划伤的。故意毁坏公物财物，涉案金额一旦过大，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能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初步定损报告吗？可以的。这辆车不是普通的量产车，是原厂定制的黑武士特别版，采用的是多层复合珠光漆工艺。您看这手电筒打出来的深度。最要命的是，这道划痕直接横跨了前门和后门2个面。这种定制漆面绝对无法进行局部修补，否则会有严重的色差。修复方案只有一个，必须将前后2个车门整面铲除，重新做防锈处理。算上2面原厂漆面的进口材料费、高级机工的工时费、运输费，初步定损金额15万元，以及这辆1公里都没开的全新顶配豪车的严重折损费。多少？15万！我在恒生累死累活，1月才赚几千，不吃不喝干3年都赔不起。不，绝对不可能！只是一道划痕就要15万，你们这是敲诈，合伙诈骗！这是全球联网的官方报价，你可以申请司法第三方鉴定，鉴定费由过错方承担。刘强，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你自己眼红耗子发大财，手贱划了人家的车，还敢造谣说车是偷来的！你骗我们帮你推车，你是想把全村人都坑进监狱啊！青天大老爷，我蒙蔽的。他刚才说只要给我们每人发1条华子，还要免我们的物流费，这是他威逼利诱我们干的，这事儿跟我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我打死你个不争气、败坏门风的东西！你想死就去跳河，别拉着全村人给你垫背！这种坑害乡里的败类，我们老刘家、我们村绝不包庇。该怎么抓就怎么抓，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完了，连村长大爸都不管我了。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物财物，数额巨大，也就是5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我的老天爷啊！耗子啊，我的亲侄子呀，二姑求求你了，千错万错都是二姑这张臭嘴的错。强子可是你亲表哥呀，你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啊！你小时候饿肚子，他还把半个烤红薯分给你吃呢，你忘了吗？你就说是你不小心自己划的，咱们私下里解决好不好？二姑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二姑求你了。陈浩，你不是饿吗？这红薯掉进泥里了，我不吃了，你吃啊，捡起来吃下去，我就算你半个刘家人。半个烤红薯，二姑，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吧？当年那半个烤红薯
是刘强故意扔在猪圈里沾了泥，带着一群人摁着我的头，硬要逼着我吃。还有，15岁那年，我生病高烧39度，没钱买药，我在大雪天走到你家门口，在雪地里跪了2个小时，求你借我200块钱。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陈浩这小杂种长大了也是个在工地搬砖的废物，死了正好给老张家省点粮食。血亲，从那天起，我陈浩的眼里就没有你俩这个亲戚。耗子啊，大伯知道你受委屈了，但强子毕竟是咱们村出去的大学生，他要是留了案底，这辈子就毁了。要不这样，我做主，让强子家砸锅卖铁赔你1万块钱，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全当给我一个面子。面子？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找我要面子？村长，你似乎忘了，刚才这群人可是实打实的把我的车往河里推。根据法律，这叫共同犯罪。要是真推进河里，我不私了，不仅刘强要进去，刚才碰过我车的人，全都是毁坏巨额财产的共犯，你们也得进去蹲。浩哥，我们错了，您千万别追究我们呀！这我不管了，我也管不了。刘强，你涉嫌故意毁坏他人巨额财物，我们直接给你送去派出所吧。主动交代错误，也能给你争取个宽大处理。耗子，我错了，看在亲戚的份上，你饶我这一次吧，我不能去坐牢啊，我还要升职啊！经理，请帮我传达一下，本人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和私了，我要求依法严惩肇事者，赔偿我的一切损失，1分都不能少。一定，我们一定保护车主的合法权益。强子，我的强子啊，你们不能带他走！强子，强子，啊！陈总，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刘强这个畜生，在我们公司也就是个试用期的主管，他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公司绝对没有半点关系。赵总，恒盛商贸最近在县城物流线的吃相有些太难看了，我看是该好好整顿整顿了。他怎么知道的？这是惹到什么人物了？张翠花，你儿子现在是个戴手铐的劳改犯，你居然还有脸办升职宴？赶紧把老子的200块钱份子钱退回来！就是你们一家子都是骗子，差点害得我们都被抓进去。退钱，不退钱，今天晚上就把你这破房子拆了！退钱！退钱！你对人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儿子，凭什么退给你们？你们干什么？这是我本是收的礼钱，凭什么退给你们？还没判呢，我儿子马上就能出来。你儿子划了人家300多万的车，要赔15万。你那点棺材本拿去赔钱都不够，还想你儿子能出来？乡亲们自己找账本把钱拿回来。强子，你可算出来了！为了交那15万的赔偿金和取保侯桶的实金，家里不仅把棺材本抛空了，还把咱家那几亩地都抵押出去了，找亲戚借了一大圈，看尽了别人的冷脸啊！咱们家现在是真的1分钱都没了。陈浩，你把我害得倾家荡产，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赵总还没正式发通知开除我，我现在名义上还是恒盛的主管。林小夏那个破加工厂，我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我要让他明天就彻底破产，让他跪着来求我。你不是很在意他吗？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刘主管，城南林厂长那边的10几台冷链车，车队已经准备好发车了。您看这个出库单，发个屁！通知下去，从今天这1秒开始，全面封杀林小溪那个破加工厂的所有物流线路。刘主管，林厂长那边压了10几吨的猕猴桃和生鲜，而且都是付了定金的大客户。这要是临时断了冷链车，货全得烂在仓库里。按合同，那违约金会直接逼死他的，这不合规矩啊！规矩，我的就是规矩，我要的就是他死。任何车队，任何司机，只要今天敢接他林小夏的担子，就是跟我刘强作对。立刻在系统里把他的企业账号拉黑，马上去办。林厂长，出天大的事儿了！县里所有的冷链物流公司就在刚才突然全部拒单了。拒单？我们不是交了恒盛的加急定金吗？恒盛的调度刚才私下给我透风，说刘强发了死命令，把我们在全县物流网的账号给拉黑了，还放话出去，谁敢拉我们的货就砸谁的饭碗。现在整个县城连一辆3轮车都不敢进咱们厂的门。喂，王总吗？我是小夏呀，您那边车队能不能抽出2台？喂，李哥，算我求您帮个忙，加3倍运费行不行？小夏妹子，真不是钱的事儿。刘强那个疯子现在到处咬人，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兄弟要吃饭，真不敢趟这浑汤，对不住了啊。林厂长，
这货要是今天中午12点前发不出去，就全得发酵烂掉。客户那边的违约金是按照总价的3倍赔偿啊，160万啊，我们赔不起呀！不行，浩哥这2天为了车的事情已经够心烦了。他好不容易在城里站稳脚跟，买了那辆300万的新车，说不定还背着巨额贷款。刘强这种烂人，现在已经被逼急了，什么疯事都做得出来。我绝不能再把浩哥卷进这个无底洞里。就算厂子破产，这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自己扛。王叔，不用求他们了，你去车间通知所有工人，把冷库的温度调低，能拖1小时是1小时。厂长，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去汽车站，坐大巴去隔壁市找外地的车队。在县城刘强能只手遮天，我就不信他能管得了外事。今天我就算去给人家跪下，求爷爷告奶奶，我也要把这批货运出去。看好场子，等我回来。李师傅，我们厂内10几吨猕猴桃真不能再拖了。只要您今天能派2台冷链车过去，运费我给您按市场价上浮30%，行不行？车一到我当场结清。林厂长，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不敢接呀。这刘强现在可是恒盛的红人，恒盛捏着咱们这片好几个干线的货源，为了你这一单，砸了车队以后几十号兄弟的饭碗，不划算呀。你赶紧走吧，别为难我们了。王叔，从小您看着我长大，您就帮我跑这一趟黑车吧，只要把货运到市里就行。行，小夏，书豁出去了，这单我接。哎呦，王师傅，这是准备干大买卖去啊？刘主管，我没接他的单，我就是路过打个招呼。老东西，当我的通报是放屁是吧？你今天敢发动这辆车，明天你的车队就别想在县城街道一片菜衣子，给我滚！小夏妹妹，别挣扎了，全县城的车一只苍蝇都飞不进你的厂子，乖乖把厂子卖给我，才是你唯一的活路。刘强，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老子现在就是这片的天，我看谁敢来救你。林厂长，不行啊，冷库的温度已经调到最低了，但外面库房压的货太多，风机根本带不动。要不了多久，这批付了定金的 A 级果就要全线降级成烂果了。联系上隔壁市的散户车队了吗？哪怕是跑单帮的小货车也行，运费我出双倍。全被警告了，恒盛的刘强放了狠话，谁敢来咱们这儿拉一箱货，就是砸整个县城物流圈的饭碗。现在连个3轮车都不敢靠近咱们厂区半步，咱们被彻底封死了。林厂长，那些催债的供货商听说咱们彻底断了物流，已经在微信群里闹翻天了。他们说下午就要联合来厂里搬咱们的选果机器抵债，机器一搬，咱们厂就真死了。让他们来，大不了我把这间厂房和地皮全抵押给高利贷，先把违约金付了。刘强想用这种下作手段逼我低价卖厂，我就算倾家荡产，也绝不向那个畜生低头。浩哥刚买了新车，正是事业上升期，肯定借了不少钱。刘强是个没有底线的疯狗，我绝不能把浩哥卷进这个无底坑里连累他。厂子的事儿，我自己扛。陈总，这是收购城南连锁商超的最终协议，法务部已经审核过了，涉及并购金额1.2个亿，您签了字，立刻生效。陈总，出事了！说，陈总，我先出去了。您之前让我暗中盯着恒盛商贸，那个叫刘强的物流主管，他彻底疯了。他利用职位权限下了死命令，全面封杀了林小夏厂子所有的货运线路。现在县城里没有一辆车敢去拉货。
小夏姑娘那边压了10几吨的生鲜，冷库快爆了，今晚发不出去，明天就是160万的违约金。刘强还找了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堵门抢设备，林姑娘正准备硬扛呢。这个傻丫头，天塌下来了，居然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她是怕连累我。刘强，你真他妈在找死！我不找他算账，他倒敢主动跳出来动我的人。老周，马上通知大山生鲜总部，旗下第1梯队的直属重装冷链车队，全员立刻集结。是，陈总，调多少辆过去？你看着办，把路给我压满了，10分钟后跟我下县城。所有一级待命的15米重型冷链车，全部在 A 区出口集结。1号车收到，5号车收到，12号车收到。目标平康县城。林厂长，怎么办啊？外场这10几吨果子的核心温度早就超标了，撑不了多久了。我把隔壁市和周边能找的散户车队全求遍了，刘强把路堵得死死的，连个过路的3轮车都不停咱们厂门口。这可怎么办啊？这批货要是全砸手里了，大客户那边再追究下来，厂子只有死路一条了。糟了，是那些催债的供货商和客户，他们提前带人来堵门了。通知工人们退到车间里，把门锁好。我一个人去应付他们，大不了我把这间厂房抵押给高利贷，我也绝不向刘强那个畜生低头。李小夏，少在里面装死！这都几点了？你承诺今天中午发出的货呢？运不出去，违约金50万，今天1分都不能少！别跟他废话，连个物流车都叫不到的破厂子，肯定是要破产跑路了。不给钱，今天就把你厂里的进口选果机器全搬空抵债，全搬进地债！兄弟们，给我把这大门砸开！别砸！求大家宽限我最后1天！我已经去办地下钱庄的抵押贷款了，连我的房子都抵进去了，钱明天一早马上就能给你们。去你的明天！老子今天就要见到钱或者机器，给我砸！下定，砸去，好了！哎呦呦，各位老板，大家都是求财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嘛。怎么还动起手来砸人家小姑娘的玻璃了？刘强，你又来这里干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当然是来救你啊，小夏妹妹。陈浩前几天害我掏了整整15万的修车费，他不是很有种吗？我就从你这个他最在意的女人身上连本带利扒下30万。是你，这些催债的都是你故意提前煽动过来闹事的。小夏，哥哥我是个念旧情的人，签了这份60%的股权转让书，10万块钱买断。从今往后，你的厂子改姓刘，只要你签了字，我恒盛商贸的车队就在路口停着，半小时内马上就来接货。外面这些老板我也全替你摆平。你要是不签，今天不仅这10几吨货全烂在库里，你的设备也得被拉走当废铁。陈浩救不了你，全县城没人能救你。刘强，你做梦！我林小夏就算今天把这厂子一把火烧了，就算去天桥底下要饭，也绝不会便宜你这个没有底线的畜生！给脸不要脸的贱货，老子给你活路你不走，非要找死！李老板，还等什么？给我搬，把他的设备全给我搬走抵债，连根螺丝钉都别给他留。我看陈浩现在能不能从天而降来救你。兄弟们，干活！不给钱就拿机器！别打了，那是进口的选果机，砸了就全毁了！别碰我的机器，钱我一定会还，你们这是抢劫！滚一边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陈总，查清楚了，刘强这人故意设局算计人。他今早私下给带头闹事的供货商李老板转了2万块好处费，明显就是串通一气，刻意闹事，刻意逼迫对方。证据留存了吗？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甚至路口的监控录像，我已经全部打包发送到您的手机和车载打印机里了，铁证如山，够他们进去蹲。好。不要！妈呀，快闪开！我看今天谁敢动这里的半点东西。陈浩，你他妈少在这里装大尾巴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算你开个破路虎来又怎样？你一个人能挡得住我们这么多债主吗？债主？李老板是吧？你老婆工行的账户里今天上午10点刚收到一笔2万块钱的劳付费，转账人正是刘强。你们这不叫催债，这叫串通设局、敲诈勒索，涉案金额高达100万，足够你们这群人在里面踩几年缝纫机了。刘强，你个生孩子没皮眼的畜生！你不是说这事儿天衣无缝吗？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我的转账记录？你到底是从哪儿查到的？表哥，你的手段太低级了，你真以为耍这种下三滥的小聪明就能一口吞下小夏的场子？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规矩。查到转账记录又怎么样？那是我私下借给李老板周转的钱。陈浩，你他妈别以为开个300万的牛虎就能在这片地界上只手遮天。事实就是，全县城的冷链物流现在都在我恒盛商贸的掌控之下。我打个小指，连个3轮车都进不来。你就算再有钱，再能打，你这辆300万的豪车后备箱能装得下这10几吨马上就要烂掉的猕猴桃吗？装不下。这批货今天出不了县城，过了今晚12点，林小夏照样得破产。刘主管说的对，你有钱是你的事儿，但我们的货运不出去，几10万的定金就打水漂了。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这物理上的运输难题你也变不出戏法来。完了，刘强说的对，就算那个开路虎的大老板把催债的镇住了，可咱们这10几吨的货全压在外面。我刚才摸了底下的果子，快不行了，再拖1个小时，这些 A 级果全部变成劣质果，价格将会大打折扣，厂子没救了。小夏妹妹，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这碎纸捡起来拼好，签上字，厂子10万块钱卖给我，否则我就坐在这里，亲眼看着你的心血变成一堆臭垃圾。你做梦！时间差不多了。什么时间？你少在那装神弄鬼！这是什么声音？地震了！大山生鲜的顶级直属车队，这种级别的车队平时只接省级干线，怎么会来咱们这种破县城的小厂子？大山生鲜，赵总千叮咛万嘱咐过，那是捏着恒盛商贸一半命脉的幕后大老板。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张总，
大山生鲜直属一队集结完毕，请指示。所有生鲜全部装车，走绿色通道发往目的地。是，保证完成任务。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是恒盛商贸的物流主管，这片县城归我管，谁允许你们越界拉货的？恒盛商贸算个什么东西？就算你们老板亲自站在这儿，也得给我们陈总提鞋。滚开！陈总，您怎么亲自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吩咐您随时交代。赵总，恒盛商贸的物流主管刘强滥用职权卡大山生鲜核心合作伙伴的干线，我看恒盛是不想在城里混了，明天的续约合同不用签。息怒，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我马上处理。刘强，你个畜生！老子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而且我会在全行业发封杀通告，全省的物流圈子，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找到一份工作，你给我等死吧！林厂长，陈总，原来您有大山书鲜做靠山，刚才多有冒犯，违约金不要了，以后咱们长期合作。队长同志，您抽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不知道林厂长有这么硬的靠山，我们以后绝对配合林厂长的工作。离远点，别在这碍眼，耽误了我们陈总的货，你们赔不起。喂，王姐，我是刘强，赵总刚才是一时气话，对不对？我手里还有好几个县城大客户的单子。刘强，赵总已经下发同投文件，全行业通报封杀你了。你的工位刚刚已经被清理，私人物品全扔在公司后门垃圾桶了，自己去捡吧。以后别打这个电话了，晦气。喂。大家动作快一点，但也一定要仔细。厂长您放心，咱们这回算是遇上贵人了，大家伙的饭碗都保住了。这丫头这么多年，她真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扛事儿。浩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就真栽了。厂子如果倒了，违约金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傻丫头，哭什么？吃颗糖，甜的。你怎么？让你不听话，就你不听话！浩哥哥别怕，吃颗糖就不疼了。小时候是你挡在我前面，现在我护着你也是应该的。有浩哥在，天塌不下来。浩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外面那些车队，一些农产品供应链的生意而已，刚起步。你的厂子设备齐全，以后大山生鲜在县城的源头直采就交给你来负责。刘强已经被彻底赶出恒盛商贸，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新买宝马车的贷款都还不起了，估计马上就会被车行强制收车。下一步怎么处理？不用管他，人在绝境里，自己会往火坑里跳。刘强，社会性死亡只是一道开胃菜，好戏才刚刚开始。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车，我已经交了8万的首付了，你们凭什么拖走？把车还给我！你的车，刘强，你特么已经被恒盛商贸全行业通报封杀了。你以为县城有多大？你现在的征信就是一坨屎，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后面的分期贷款你拿命还啊！
按合同里的风控条款，车我强制收回，首付不退，直接抵折旧违约金，给我滚远点！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废了。我还有人脉，我平时请他们吃了那么多顿饭。喂，老李啊，我是强子。那什么，我这出了点急事儿，你能不能先借我2万块钱周转一下？我下个月连本带利。哟，这不是刘大主管吗？你得罪了大山生鲜，赵总发了死命令，谁敢跟你联系就直接开除。老李，咱们可是兄弟啊！你忘了我升职那天你跟我说的话了吗？谁跟你是兄弟？赶紧滚！别他妈把晦气传染给我！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妈，你手里还有没有钱？快给我打点过来，我的车被收了。强子，咱家全完了，啊，妈，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村里那些人疯了，他们说你得罪了陈浩，不仅逼着我退了生之宴的份子钱，刚才还冲进家里，把电视机、电冰箱全抱走了，连猪圈里的2头猪都被他们牵走抵债了。他们说陈浩发了话，以后村里的分红永远没咱们家的份儿。陈浩，林小夏，你们等着！哎，林厂长，多亏了陈总的担保，市里最大的连锁超市直接跟咱们签了战略合同。这是第一批10吨的订单，只要这批货后天早上新鲜送达，咱们厂不仅能还清外债，还能彻底翻身。太好了，但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批水蜜桃利润极高，但也极其娇贵，对温度要求极为苛刻。通知冷库必须把温度死死控制在0上2度，千万不能断电。一旦停电超过6个小时，就会氧化发黑，到时候咱们卖场都赔不起。别卖，厂长放心。这是林小霞在县城最大的死对头。陈浩，你让我一无所有，我就毁了你最在乎的女人。喂，黑龙厂王总吗？我是前恒盛主管刘强。对，就是被封杀的那个。您先别急着挂，我知道您一直想吞掉林小夏的订单，我手里有弄死他的绝命底牌。只要您给我个见面的机会，我保证让他明天就倾家荡产，乖乖把厂子让给您。要饭去别的地方要，这里是黑龙厂王总的地盘。我不是要饭的，我昨晚跟王总通过电话，我要见他。还吹牛呢？全县城谁不知道你被大山生鲜封杀了？现在你连条野狗都不如，王总能接你电话？你就是昨晚打电话说有底牌的刘强，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一条丧家犬的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刘强，说吧，昨晚在电话里装神弄鬼的，你要是今天拿不出点真东西，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门。王总，这 U 盘里是林小夏厂子下半年的全部核心客户名单和底价。我知道黑龙厂一直想吞并城南的份额，只要您收留我，这些全是我的投名状。客户名单？你以为我怕林小夏？我现在忌惮的是他背后那个大山生鲜的陈浩，那是个连恒盛赵总都惹不起的活阎王。你让我去出这个眉头？王总，您糊涂啊！陈浩的车队是省级干线，怎么可能天天驻扎在咱们这小破县城给他当保镖？远水救不了近火。我昨晚说的底牌就在他昨晚刚入库的那批货上。林小夏接了市里10吨的高山水蜜桃订单，那批货极其娇贵，对温度要求极高。只要我们今晚派人动点手脚，把他的电给断了，那10吨水蜜桃就会全烂在冷库里。他不仅要赔偿天价违约金，连陈浩的脸面也会被他丢尽。这样您就可以趁他病要他命，低价收了他的厂子。哦，你想怎么断他的电？他那破厂子后墙有个老旧的独立电压器，连个监控都没装，只要2锤子。哈哈哈哈！好，够毒！今晚我派几个兄弟给你，出了事儿我黑龙厂兜着。
果然，这破厂子为了省钱，后墙根本没装监控设备，连备用发电机都没买。这个老旧变压器就是林小夏的死穴。林厂长，咱们真的挺过来了！这是市里最大的连锁超市刚下达的10吨特级水蜜桃订单，利润比普通猕猴桃高出3倍啊！太好了，浩哥帮咱们打通了渠道，但这货的质量必须咱们自己扛。只要这批货后天早上能新鲜送达，咱们厂不仅能还清所有外债，年底还能给大家发一大笔奖金。好嘞，谢谢厂长，谢谢陈总。大家都停一下，听我说，这批水蜜桃利润极高，但也极其娇贵。他们对温度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主任，通知冷库操作员把冷库温度严格控制在0上2度，一点都不能差。每隔1个小时必须人工进去检查一次，千万不能出差错。这批货最怕的就是断电或者高温，一旦闷在里面超过几个小时，就会开始氧化发黑，变成烂泥。到时候咱们把厂子卖了都赔不起这违约金，明白吗？厂长您放心，我今晚带着几个男工亲自在冷库门口打地铺守着，保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就是这个，这破厂子连个备用电源都没有，把里面的线全给我砸断。出了事，黑龙厂的王总担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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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夏。10吨特级水蜜桃，我看你明天早上拿什么交货？给我等死吧！走。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停电了？制冷机怎么全停了？林厂长，完了，全完了！外面的独立变压器被人用大锤暴力砸成了一堆废铁，电缆全断了。这是有人故意要整死我们啊！供电局刚才回复了，今晚雨太大，到处都在抢险，加上咱们的设备是完全报废，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能调新设备来安装。明天下午，那库里那10吨水蜜膏怎么办？只要断电超过6个小时，温度就会升上来。这些 A 级果就会开始逐渐脱水、氧化变黑，到时候别说赚钱了，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违约金啊！不能等死，都别慌！主任，去把隔壁废弃的海鲜库打开，把里面存的工业冰块全搬过来。厂长，你没事吧？这冰块根本撑不了多久啊，化得太快了。撑不住也得撑，这些货是咱们全厂人的命。手法这么狠毒，专门挑这批水蜜桃入库的节点，刘强一定是刘强干的，他想逼死我。主任，冰块起的作用不大，去把厂里的轻卡货车发动起来。这大半夜的，雨下的连路都看不清，你要去哪儿？去县城机电租赁市场。今晚就算我在他们大门外淋一整夜的雨，蹲到他们明天一早开门，我也必须租一台重型柴油发电机回来，不管多贵，花多少钱都得租。冰块继续上，能有一点作用算一点。李老板，算我求求您了，别的我不要，一台100千瓦的重型柴油发电机就行。哎呦，我的林厂长哎，大清早的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卡里全部的现金，还有我那辆小货车的车钥匙，押金我出3倍，不5倍。我厂里的那10吨水蜜桃真的等不起了，停电超过中午就全烂了，算我求您救命了。真不是钱的事儿，你给我10倍也没用啊。
看见了吧？黑龙场的王胖子昨晚连夜在全群发了令，他在县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我这拖家带口的小店还要做生意呢，您赶紧走吧，别连累我关门大吉。李老板，没有店厂子就完了，几十号跟着我干的工人就没饭吃了，您行行好。对不住了，林厂长，这浑水整个县城都没人敢踏。喂，赵叔，是我小夏，您那台旧发烟机能不能……小夏啊，不是叔不帮你，王胖子发话了，我真不敢啊，挂了。陈哥，我加钱。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王总，您这招真是绝了啊！您看他现在就像条被抽了脊梁骨的丧家犬，我看他还能硬气到几时？在县城这3分地，我王胖子要谁3更死，谁就活不到5更。哼，陈浩那个在市里的暴发户，手还能伸到我这里来。今天中午12点一过，他那批水蜜桃就彻底发酵成烂泥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王总，我这就下去给他加把火。哎呦，小夏妹妹，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饭的乞丐呢。刘强，你这个人渣！你们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我现在就是你的报应！你不是骨头硬吗？你不是要带着全村致富吗？中午12点，我就去你的破厂子，亲眼看着你破产清算。关门大吉吧。让开！10万火急！陈总，小夏小姐的厂子又出问题了。昨晚后墙的独立变压器被人为暴力砸毁，黑龙厂的王胖子在县城放了黑道追杀令，彻底切断了他所有的发电机租赁渠道。冷库里的10吨特级水蜜桃，最多再撑最后2个小时就会开始氧化发黑。林厂长现在还在机电市场淋雨求人。陈总，要不我立刻动用市里的工程队，连直升机带重型发电机直接给他空投送过去救场。派去吧，但只派工程队送发电机也太便宜他们了。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断人后路、赶尽杀绝的游戏，那今天我就亲自下场教教这群井底之蛙什么叫真正的绝路。老周，立刻查县城黑龙厂那个王胖子，他一个地头蛇能在县城横着走，核心利润线靠的到底是什么？他最大的上游供货商是谁？查清楚了，陈总。黑龙厂之所以能垄断县城的利润，是因为他们手里握着隔壁市绿源生态果园的特级果独家供应权。绿源的货源占据了黑龙厂80%以上的利润命脉，一旦断供，他的黑工厂连机器都开不起来。通知法务部和投资并购部，半小时内我要大山生鲜全资收购绿源生态果园，直接按市价上浮20%，用钱给我砸晕他们。陈总，市价上浮20%，这可是好几千万的现金流调动。我说买。从合同签字生效的那一秒起，全面永久切断对黑龙厂的所有原材料供应，违约金我们替绿源出。我要让王胖子的工厂在今天太阳下山之前变一堆没用的废铁。是，这就去办。这招釜底抽薪，能直接要了王胖子的狗命。备车去县城，我要亲眼看着他们是怎么死的。收购合同已经拟好了，我们就在路上了。对方老板在不在？让他等着。10分钟内必须赶到。这是上面收购通知。收购完成，断供指令已下达。陈总，绿源的10辆重卡货车已经在高速上全部掉头了。黑龙厂现在的原材料库存只够他们机器空转2个小时。好，去他们现在所在的酒店。各位老板，算算时间，咱们这顿饭吃完，林小夏那个破厂子现在的冷库温度估计早就飙到30度了。他那10吨娇贵的水蜜桃，现在绝对已经烂成了一堆发臭的黑水。王总，等下午林小夏被那些要违约金的供应商逼得上吊的时候，刘强啊，你小子够毒，我喜欢。你看，我连收购合同都替他草拟好了，连地皮带厂房设备一口价10万块钱。王总高明，我敬王总一杯，祝王总不费一兵一卒，今天下午就能零成本吞并林小夏的地皮。从此以后，县城的农产品加工就是咱们黑龙厂的天下了。干！
好说，以后有我王胖子一口肉吃，就少不了你刘强一口汤。干！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踹老子的门？活腻了是不是？陈浩，你个开破路虎的跑这儿来干什么？这里是县城最高档的酒店，不是你这种工地泥腿子撒野的地方。王总可是县城首富，你找死啊！县城首富，好大的威风！不知道你这个首富还能当几分钟？王总，大山生鲜已于10分钟前全资收购了绿源生态果园。从现在这一秒起，绿源对黑龙加工厂的所有特级果供应全部永久切断，违约金我们大山生鲜赔给你。喂，老赵，王总天塌了，绿源那边的10辆货车全在高速上掉头了，他们单方面撕毁了合同，咱们库里的存货只够开工半天了，明天交不出货，几个大客户的索赔能直接让咱们厂破产清算啊！王总怎么了？断就断呗，大不了咱们再找别的供货。找别的？老子80%的利润全他妈靠绿源！你个丧门星，你他妈到底惹了什么通天的神仙？你想死，别拉着老子的黑龙厂陪葬！老子今天先弄死你！我给过你们机会，既然你们喜欢断人后路，那黑龙厂今天就宣布破产吧。呸！什么狗东西，连大山生鲜的陈总都敢惹，差点害死我们王总！以后见你一次打一次，滚滚！陈浩、林小夏，你们毁了我的前途，让我一无所有，这笔账老子做鬼也要讨回来。老板，装卸工、门卫，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只要管吃管住就行。我以前也是大公司的物流主管。你就是那个刘强？大山生鲜和恒盛商务联合发了全县通缉令，全行业的黑名单第1名就是你！你他妈想害我的店啊？滚滚滚！干什么的？叫花子滚远点！告诉你们李总，我叫刘强，我手里有一个能让他1个月净赚上千万的绝版杀猪牌，我要见他。李总，您之前不是一直想打通下面县镇的下沉市场吗？我在我们村当了这么多年骄傲，那些泥腿子最信我，只要您给我包装个头衔，咱们弄个农业基地内部工程的项目，好处给够，我保证把全村人的所有钱全掏出来给您。欺负自己亲戚和全村人，刘强啊，你可真够厉害的。刘强，我凭什么信你一个走投无路的丧家犬？万一这盘子爆雷了，你反咬我一口怎么办？李总，我现在在县城连条狗都不如，我只想要钱，我只想把我踩在脚下的人弄死。想跟我干可以，签了这份协议，项目明面上的负责人全是你，赚了钱你拿20%，要是出了问题，所有责任你一个人担，敢签吗？我签，只要能翻身，我什么都干。李总给你包装的身份是省级绿创风投集团区域经理，这车是租的，1天2000块，表也是假的，但这身皮足够你去糊弄那群乡巴佬了。放心吧，1个月之内，我让那个村子连一块完整的砖头都不剩。哈哈哈哈哈！乡亲们，我是你们的强子啊！我在省城发大财了，不对，得更傲气一点。各位父老乡亲，本经理这次回乡是来做慈善的。强子，你不是破产躲债去了吗？破产？那是你们这种泥腿子的眼界。县城那个破商贸公司，老子早就看不上了，那叫战略性离职。张翠花，今天要是再拿不出修车的尾款，我把你这破房子给点了。我真的没钱了，我那杀千刀的儿子跑了，我拿命还你啊！拿着钱给我滚！妈，别难过了，我现在在省城的大公司上班，是区域负责人，现在日子好起来了。这是公司配的车，以后您再也不用受委屈了。强子，大伯就知道你是个有大出息的，你在省城发了大财，可不能忘了咱们这些乡亲啊！有没有什么好路子带带大伯？是啊，强哥，你在外面干什么大生意呢？哎，乡亲们，不是我不带你们，
集团最近确实批了个稳赚不赔的万亩有机农业内部原始股，月息高达30%。但我可没忘，前几天我落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砸我家电视、欠我家猪的？这种发财的名额，我宁愿烂在手里，也不给你们这群白眼狼。我进去了，月息30%，你说什么？强子，大伯错了，之前是大家糊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名额你无论如何得给大伯留一个呀！我把我那5万养老钱全投进去，我投10万，强哥我给你下跪了都行。鱼儿。这不就咬钩了吗？陈浩，你拿走我的一切，我就把你这群蠢物乡亲的骨髓都榨干。等老子拿到了钱，翻了身，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给我等着！强哥，这是我刚去镇上信用车取出来的，死期我都给转活期了，全投了。老张啊，跟着我干。下个月这3万就能变4万，拿好合同，下一个。一群蠢猪被老子卖了，还在帮老子数钱。等我把这笔钱转给李总，拿到提成，陈浩，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林厂长，真对不住，咱们这批货的工钱，能不能今天先给我们结了？我们不想干了，想辞职。李叔，这批货正赶着大山生鲜的交货期，你们现在走，厂里根本招不到熟练工啊！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需要钱？厂长，你还不知道吗？刘强在村口搞了个什么集资，说每个月有30%的利息，这几个老伙计红了眼了，非要把工资提前预支出来，去投那个骗局。李叔，那是典型的杀猪盘。刘强刚被横县开除，他哪来的省城风投项目？你们这是把血汗钱往火坑里扔啊！林厂长，你这话就不对了。人家强子开着大保时捷回来的，能骗我们这点血汗钱？你是不是怕我们发了财不给你打工了，故意拦着我们啊？今天这钱你必须结！就是林厂长，你别耽误我们发财。小夏妹妹，怎么发不起工资啊？要不要表哥我借你点？乡亲们，跟着我刘强。1个月赚的顶你们在这干半年。想结清工资去投资刘强的项目，可以。浩哥，不能给啊，给了他们就全被骗光了。老李，按照大山生匾的供应链劳动合同，你们无故旷工并恶意煽动停产，不仅要扣除当月奖金，还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我今天破个例，去财务刷卡，把他们这半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的结清，然后让他们立刻滚出这个厂。从今天这一秒起，大山生鲜所有的供应链企业对他们永不录用。哼，装什么大尾巴狼？强子，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这得管多大一盘棋啊！大伯，这算什么？看到没？这是省里批的100个亿的农业项目。咱们村那点钱，只是集团给我这个区域经理的面子，让大家喝口汤而已。乡亲们，我说过，跟着我刘强有肉吃。今天就是咱们万亩农业基地第1期提前分红的日子，叫到名字的上来拿现金。老李头，本金2万，5天短期利息3000，上来拿钱。真的，是真的给钱啊！强哥真是咱们村的活菩萨啊！我还要投，我把我家耕地抵押了，继续投。哎呦呦，这不是咱们村那个开路虎的大老板吗？怎么还在看这几分破地呢？小夏，看到没？这是我儿子今天早上刚给我发的分红。你当初要是求求我，说不定我还能让强子给你留个10万块的人度。现在你就是给我磕头，这发财的门你也进不来了。二姑，那些钱是怎么来的，你儿子心里最清楚。拿了烫手，晚上最好锁好门。死丫头，穷小子懂个屁！我们马上就要在省城买大别墅了，等我们搬走，你们就在这烂泥沟里穷一辈子吧。浩哥，他们真的发利息了。现在全村人不仅把存款拿出来了，甚至开始借外面的高利贷去追加投资。再这么下去，整个村子都要家破人亡了。我们报警吧。现在报警没用，刘强发的是现金，没有任何电子流水。他们随时可以狡辩是村民自愿的私人借款，而且经侦大队一直找不到这个诈骗团伙最核心的洗钱资金池，抓了刘强这种底层小喽啰，
根本定不了幕后黑手的罪。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既然刘强觉得自己的盘子足够大，那我就去给他抛一个他绝对拒绝不了的诱饵。走，去会会这位刘经理。小夏妹妹陈浩，好久不见啊！听说小夏妹妹2期工程缺钱，到处找人投资，想扩建厂子。表哥我心善，这样吧，你们把这个破厂子作价30万抵押给这2位兄弟，这笔钱就算你们入股我绿创风投的原始股，下个月我连本带利还你们45万，怎么样？刘强，你别做梦了！你用高利贷套村民的钱，你的骗局迟早要遭报应。骗局？老子今天刚发了上百万的利息，全村人都在给我磕头叫爹。陈浩，你们就是眼红老子发财了吧？眼红就直说。30万，表哥，你现在的格局还是太小了点儿。你什么意思？我在外面确实倒腾了点工程，手里压着一笔不小的闲钱，30%的月息确实很诱人，就算是骗局，赚一波快钱也值了。如果是1000万的现金直投，你们省城的绿创风投吃得下吗？1000万，如果拉到这笔巨款，李总承诺给我的2成提成就是整整100万。1000万算什么？我们集团几个亿的基建项目都在做。陈浩，算你小子识相，你想投，马上签合同转账。慢着，1000万不是小数目，我不相信你个人的信誉。我也不看什么狗屁的红头文件。那你想怎么样？我要看到绿创风投集团在省城的官方企业对公账户。只要你敢把这个最核心的洗钱资金池账户拿出来，验证无误，我今天下午就让财务把1000万打过去。李总千叮咛万嘱咐过，那个用于向境外洗钱的核心账户是集团的命门，绝对不能泄露给任何人，更不可能写在纸面上。我们有专门的内部收款通道，对公账户正在审计，不方便。看来省城的大集团也不过如此，连个对公账户都不敢亮出来，就是个随时准备跑路的皮包公司吧。我这1000万还是去投市里的正经项目吧。站住！谁他妈是皮包公司啊？陈浩，你给老子等着！我明天就去省城跟李总申请，等我把官方的海外结算账户拿给你。你他妈要是拿不出1000万，我找人弄死你！走。老周，让市经侦大队做好全面收网的准备。刘强这条贪吃蛇，马上就要把他们老巢最核心的底牌亲自送到我手上了。你个没脑子的蠢货！我千叮咛万嘱咐，那个海外结算的壳公司账户是整个集团洗钱的命门。你他妈为了拉1000万的业绩，居然敢直接把底牌亮给别人看！李总，您息怒。那个陈浩就是个开农产品加工厂的土大款，没见过世面。他说只要看到海外账户证明咱们的实力，1000万现金绝对到账。这可是1000万啊！万一他是警察放的线人呢？老子混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痛快给钱的。绝对不可能！他在村里为了争面子，天天跟我斗气。李总，这1000万要是拉不来，咱们前期的盘子就做不大了啊！李总，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我给你最后24小时。如果明天下午那1000万不到账，我就把你剁碎了，扔进江里喂鱼。李彪，你他妈敢打老子！等明天陈浩的1000万一到，你分我100万，剩下的全是你拿，凭什么？对呀，这帮泥腿子的钱都在我手上。陈浩那1000万是对公打款，我动不了，但这村里明天新凑出来的300多万现金，老子为什么不自己吞了？只要我把钱转到我私人的海外虚拟卡上，明天连夜买机票出国，谁他妈找得到我？张总，你提供的这个离岸账户非常关键，这是诈骗团伙向境外转移资金的核心枢纽，但他们极其狡猾，
设置了多重动态加密。我们网警部门需要至少24小时才能在他们的底层服务器里植入追踪木马。如果现在就打款，资金会被瞬间分散洗白，根本追不回来。张总，刘强可是限定了24小时内必须看到1000万，否则他就要带人去砸小夏小姐的场子了。他不敢砸，一个贪婪到失去理智的赌徒，在1000万的诱饵面前，现在比谁都怕我出事。王队长，你们安心布网，这24小时的空帮期，我来稳住他。我要他们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各位乡亲，强哥发话了，拿房产证、果园地契抵押的，当场放款，利息按9出13归算，反正你们下个月就能拿50%的分红，这点利息算个屁呀！我签，给我拿10万，儿子结婚不结了，先赚钱。强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咱家还能不能再投点？妈，咱家连猪都卖了，哪还有钱？谁说没钱？我把咱家这套老歪抵押给龙哥，这可是绝版名额，咱们直接去省城买大别墅，这破房子谁稀罕要？好，不愧是我妈。等陈浩那1000万一进账，我直接带你去大城市享福去。李叔，你疯了吗？你把家里唯一的房子抵押给高利贷去投刘强的项目，你老伴的透析钱怎么办？林厂长，你少在这里诅咒我们！强哥说了，你们就是见不得我们穷人翻身。李小夏，你个小贱人，你再敢拦着我们村发财，信不信老娘撕烂你的嘴？我们马上就是省城的大老板了，你个开破厂子的，给老娘提鞋都不配，赶紧给老娘滚！别在这碍眼，看见你就心烦。二姑，你们被骗了，那真的是杀猪盘。小夏，过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尤其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人。陈浩，你少在那装清高。今天下午强子拉到1000万的投资，你那个破大山生鲜就等着倒闭吧。二姑，明天这个时候，你可能连哭的力气都没有。记住，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浩哥，就算刘强该死，可那些村民，他们真的会倾家荡产的。小夏，我不害人，但我也不会去救自己找死的人，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认知代价。张总，市经侦大队的王队长刚发来信号，海外服务器的特级追踪木马已经全部植入完毕，天罗地网已经撒下。好，通知财务部准备，时间一到，收网。陈浩，24小时到了，你特么不是要看老子省城的实力吗？海外账户昨天你已经看过了，1000万现金，现在立刻给我打进去，少1分钱，我今天就让龙哥把你的厂子砸成平地。急什么？1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走对公账户需要时间。打款1000万，转入目标账户。黄队长，诱饵资金1000万已成功入局。李总，动了，账户有动静了，1000万到账了。这个笨蛋真打钱了，马上切断所有国内 IP， 准备把这1000万拆分成100个暗网红包，洗到境外。李总，不对劲儿，怎么了？条子查过来了？不是警察，是刘强那个王八蛋，系统拦截到刘强利用他权限，正在把今天刚收上来的村民的300多万资金私自往他个人的海外加密钱包里转，他想卷款潜逃。刘强，一个乡下来的，居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搞小动作，你好大的胆子啊！敢动我的钱！李总，拦下来了吗？那1000万怎么办？先把刘强的事解决了，立刻黑进刘强的私人账户，反向追踪他的端口，不仅要把他截留的300万全部拿回来，还要把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连带他妈张翠花的养老金账户，给老子1分不剩的全部掏空。我要让他知道，黑吃黑的下场就是生不如死。陈浩，1000万我收到了，老子现在要去省城当大老板了。表哥，祝你一路顺风。狗咬狗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妈，别特么在那个破院子里待着了，赶紧收拾东西，把值钱的全带上。强子，咋了？那1000万进账了？进账了，但我没全给李总，我利用区域经理的权限，把村民这2天凑的200多万本金全截留转到我自己的海外虚拟账户了。
妈，咱们现在有300多万的纯现金，等会儿我就订飞迪拜的头等舱，咱们去过潇洒的日子。我儿子真是个天才啊，300多万啊！老娘以后就是阔太太了。走之前，老娘非得去陈浩那个丧门星面前好好出口恶气。哟，张大老板，小夏妹妹，还在愁下个月的电费呢。刘强，你又来干什么？滚出去！死丫头嘴还挺硬，强子，给他看看咱们现在的身家。陈浩，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300多万的现金余额，这还不算李总马上要发给我的提成。你不是有个破路虎吗？我现在也能买。表哥，我今天心情好，准备施舍你一下，我出10万块，把你这个破加工厂收购了，给你留点路费，滚出这个村子。表哥，数字确实挺好看，不过你确定这些钱你真的能带走吗？你他妈少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老子这是海外不记名账户，天王老子来了也冻结不了。是吗？那你最好现在再刷新一下看看。哼。李总，追踪到了，刘强不仅截留了300万，他还试图把其他的钱转移到境外的服务器。敢在我的盘子里玩这套，给我抽！把他截留的300万全部抽干。是。顺着他绑定的亲属卡，还有之前提供的信息，把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网贷额度，还有他那个老不死亲妈的养老账户，一分不剩的全部吸过来。老子要让他们一家去要饭，明白？底层防火墙已突破，提款程序强制启动。妈，看好了，我现在就把飞迪拜的头等舱给定了，让村里那群穷鬼吃土去吧。怎么可能余额不足？网络卡了？怎么回事？怎么清零了？我的钱呢？李彪，你他妈黑吃黑！你吞了老子的钱！我的棺材本啊！李彪，你不仁别怪我不义，老子手里还有你国内资金盘的底账，你敢吞我的钱，老子现在就去省城找你同归于尽！李总，抽干了！刘强母子俩现在连买个馒头的钱都没了，敢跟老子玩心眼儿，马上切断所有国内 IP， 把陈浩那1000万，还有刚刚抽回来的这笔钱，打包洗进境外的最终加密钱包。时间差不多了，立刻销毁硬盘，通知兄弟们从密道撤退，这地方不能待了。李彪，今天你要是不把钱吐出来，大家就一起死！会动！是刑侦大队，双手抱头蹲下。为什么？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锁定我的 IP？ 这要多亏了你刚收到的那1000万。带走。1000万是警方的诱饵。陈浩他早就布好了局，他不仅看穿了杀猪盘，还联合警方钓鱼执法。省城待不下去了，警察马上就会查到我头上。跑，必须赶紧跑回村里躲起来。完了，今天是发利息的日子，村民们的钱全被李彪卷走了 ，APP 肯定也关停了。全没了，界面打不开了。我点提现，他直接闪退，我儿子的彩礼钱啊！刘强，你他妈给个说法，我那30万去哪儿了？老张叔，你先松手别急，肯定是省城服务器在维护，这种大平台系统升级很正常的。升级？我刚才打了平台客服电话，是空号。我这就去车里拿电脑，我用内部网络帮你们查，你们让开。二狗，帮我拦住他们，车里有2万现金，全归你。我投了10万，你拿2万打发叫花子，你个骗子，还我血汗钱！他要跑，打死这个骗子！疯了，这帮泥腿子疯了，
留在这里会被活活打死的。拦住他，别让他上车！滚开！都给我滚开！撞死你们我可不赔！砸！把车砸了，把钱吐出来！这车是用我们的钱买的，砸烂它！完了，今天真要交代在这儿了。他跑进地里了，追！别让他上山！桂芳啊，开门，让二姑进去躲躲雨。滚！你个老绝户，你跟你那个杀千刀的儿子骗光了我们的钱，你还有脸敲门？再不滚，我放狗咬你！妈！强子啊，咱家的房子被收了，村里人都要打死我们，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强子，手机，快看看有没有省城的新闻。李总要是跑了，肯定会联系你的。今日上午，市经侦大队成功捣毁一处特大跨省诈骗资金盘窝点，主犯李某等16人已被全数抓获，涉案账号资金已被警方全面冻结，警方正全力追捕潜逃在外的地区代表人刘。完了，全完了，全完了！警察在抓我，李彪被抓了，被抓了，钱全被冻结了！我的老天爷呀，咱们彻底没活路了！都怪你！当初要不是你非要办什么狗屁生殖宴，非要让我去针对陈浩，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你放屁！明明是你自己贪心不足，是你非要去省城找那个诈骗犯，你把老娘的养老本和房子全赔进去了！你个不孝的畜生，你还敢怪我？你给我往上走！跑啊！你他妈怎么不跑了？今天不把钱吐出来，老子就把你活埋在这砖窑里！龙哥，各位叔伯，我真的没钱了，钱全被冻结了，你们打死我也榨不出1分钱啊！没钱？没钱就拿你的命抵！兄弟们，废了他！别动手！有钱，我们有钱还你们！钱在哪儿？去找陈浩，找陈浩要。昨天陈浩我往那个诈骗公司的账上打了整整1000万现金，那是1000万啊！陈浩的钱打给了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那个账户只有陈浩知道，说不定这就是陈浩和李总合伙做的局。他是我们老刘家的亲戚，他卡里随随便便露出个几百万，就够还清全村的账了。对，龙哥，陈浩有钱，他开着300万的路虎，我是他亲表哥，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你们带我去找他，我逼他也得把钱逼出来还给你们。好，老子就信你最后一次。把他们2个给我绑起来，去陈浩的加工厂。他要是不抛钱，老子就在他的厂子里把你们活剥了。陈浩，给老子滚出来！你表哥欠了老子500万，今天你要是不把钱平了，老子把你这破厂子一把火烧了！陈浩出来！你们老刘家和老陈家合手骗我们的血汗钱，必须给我们个说法！浩哥，他们全都失去理智了，外面连高利贷都带了刀和汽油，咱们报警吧，别出去吃亏。小夏，放下。可是报警只能驱散他们一时，这群人要是心里的贪欲和那种不要脸的理直气荡不被彻底砸碎，以后还会像水蛭一样变着法子来缠着你。对付这种人，就得在他们最疯狂的时候，把他们的脊梁骨彻底打断。老周，开门，迎客。浩子啊，二姑求求你了，千错万错都是二姑的错，强子可是你亲表哥啊，你们打断骨头连着筋啊，他们要砍死强子啊！
你那么有钱，你昨天刚给骗子公司打了1000万，你八哥腿毛都比我们的腰粗，你拿个几百万出来替我们把账平了吧，就当二姑求你了。耗子，算哥求你了。以前是哥不对，哥不是人，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啊，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是啊，陈浩，既然你早就知道那是骗局，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们？你明明有那么多钱，你宁愿打给骗子都不肯分给乡亲们一点。我们现在破产了，这事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必须拿钱出来赔我们的损失。就是，求求你了！我拦着你们。半个月前，小夏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你们那是杀猪牌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骂他眼红，骂他挡了你们的财路。当你们拿着刘强发的高额利息到处炫耀的时候，你们想过分1毛钱给别人吗？至于你二姑，你说打断骨头连着筋。耗子，二姑以前脾气是不好，但你小时候穷的没衣服穿，大冬天的，强子还把他的旧棉袄脱下来给你穿呢，你不能忘恩负义啊！哼，旧棉袄，二姑，你记错了吧？那年大雪是刘强为了看我笑话，故意把那件旧棉袄剪了几个大口子，扔在结冰的脏水仓里，让我捡起来穿。我不穿，你们就不让我进屋烤火。还有，当年我考上县重点高中，我爸砸锅卖铁，好不容易凑齐了那2000块钱的学费，你是怎么做的？强子在城里把人打了要赔钱，这钱我先拿走。陈浩一个泥腿子，读什么重点高中？早点滚去工地搬砖才是他的命。因为你们，我差点连书都读不上。我的钱是我自己一刀一浆拼出来的，我就是把它全扔进这臭水沟里听个响，也绝对不会拿出1分钱来救你们这群吸血的畜生。少他妈废话，老子不管你们的家务事儿。今天500万不见现钱，老子连你一起砍！兄弟们，把这厂子给我烧了！陈浩，你不给我活路，老子跟你同归于尽，一起死吧！烧厂子，你动一下试试。误会，大老板，都是误会，我们是来找刘强要债的，绝对不敢动您的厂子。表哥，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差点就能贷款潜逃的天才操盘手？你什么意思？李彪根本没察觉你节流资金，是我让王景故意把你的海外账户底层未加密的漏洞放给了李彪的黑客。那1000万不仅是抓李彪的诱饵，更是我让你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催化剂。从你回村设局的第一天起，你就是我手里的一只提线木偶。陈浩，你他妈是个魔鬼！我的儿啊！因果报应的最后一张网收了。全都不许动！警方办案，所有人放下武器。嘿嘿，1000万，我有100万提成，我要去迪拜潇洒了。陈浩是个大傻逼，嘿嘿嘿。受刺激太大，带回去让法医做精神鉴定。李虎，你涉嫌非法经营、暴力催烧，你的资金链已经被我们全县查封，带走。各位乡亲，省城诈骗资金盘已经全线告破，主犯全部落网。不过你们算命大，多亏了陈浩先生以身入尺，用1000万个人资金做诱饵，协助警方锁定了诈骗团伙的海外洗钱通道。你们被骗的本金目前已被警方成功拦截，冻结在安全账户里。王队长，你是说我们的本金没丢？对，等后续法律程序走完，本金会原路退还给你们。但那些所谓的高息全是非法所得，以后都长点心吧。耗子，我们真不是东西啊！我们猪油蒙了心，听信了刘强那个畜生的鬼话，差点把你连累了。不用谢我，我只是抓贼，顺手保住了你们的钱。以后踏踏实干活，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好自为之吧。大伯，经侦大队那边来电话了，说年后一上班，咱们的本金就能打回卡里了。这个年总算是能安静过去了。是啊，这都得记耗子的好。听说耗子今天和小夏回村过年，咱们等会儿得全村一起去给他拜个年，好好道个歉。对对对，
好好谢谢他。耗子现在可是大老板啊！我要是当初不那么势利眼，哪怕是不落井下石，我现在也是跟着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会沦落到连顿热饺子都吃不上啊？我真是瞎了眼啊！我的老天爷，这不是咱们市里电视上总出现的那几辆大老板的专车吗？怎么全跑咱们村来了？感谢您大山生鲜去年1整年的优质供应链支持啊！没有您，我们超市的生鲜区早垮了。陈董，小夏厂长，新年快乐！听说2期加工厂马上开建了，咱们明年的预购合同，您可得给我们多留点份额啊！各位老板客气了，大雪天的还跑一趟，明年的合作按规矩走就行。陈董，供应链连市里最大的连锁超市老总都要看耗子的脸色，这哪里是几千万，这是手眼通天啊！我们当初居然为了刘强那个骗子去得罪一尊真佛。各位乡亲，大过年的，过去的不愉快就不提了。今年开春，大山生鲜将全资注资小夏的加工厂，2期、3期工程将全面铺开，就建在咱们村的后头。耗子啊，咱们老陈家出了条真龙啊！我要将这里打造成全省最大的有机农产品分拣中心。只要是本分分干活的乡亲，家里种的果蔬，我陈浩按市场价无限量收购。厂里招工，本村人只要肯吃苦，优先录取，交5险1金。耗子，二姑知道错了，二姑什么都没了。你厂子里还要扫地的吗？二姑不要工资，给口饭吃就行。二姑，路都是自己选的，我不落井下石是我最后的情分，以后各走各的路吧。浩哥，今天那些大老板来，排场也太大了。其实你不用为了给我撑面子，专门跑这一趟的。谁说我是为了撑面子？当年吃你一颗糖，说好了要护着你的。我这人做生意最讲究诚信，既然说了护着你，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一天都不能少。好甜。别傻笑了，吃药。听说是想钱想疯的，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柴。陈浩、林小夏，你们以为把我弄进这种鬼地方就赢了？3个月了，我每天装疯卖傻，把护工的换班时间摸得一清二楚。你们欠我的，这次要用你们的命来还。浩哥，如果不是你，这片厂区可能早就不姓林了。现在连市里的专线都拉通了，总觉得像做梦一样。梦才刚刚开始，等2期全部投产，我们就回市里去挑婚纱。
这破变电箱又跳闸了。好啊，全程通缉我，老子现在彻底烂命一条了。我一定要拉着陈浩和林小夏垫背。陈浩个杀千刀的，害得我连房子都没了，只能在这儿捡破烂。妈，我的强子啊，你在里面受苦了。妈，你等着，等我弄死他们两个，拿了工厂保险柜里的现金，我就带你出国。笑吧，尽情的笑吧，你们的命只剩今晚了。陈总，市局经侦和刑警队刚才打来内部专线，刘强跑了。他昨天半夜重伤了精神病院的护工，现在下落不明。警方怀疑他极有可能潜回县城报复。这疯狗果然按耐不住了，老周，立刻调集大山生鲜的1级安保队，24小时封死主厂区的所有出入口，尤其是小夏，绝不能让他离开安保视线半步。明白，我现在就去布置。主厂区我进不去，但这个旧仓库的账目，林小夏每个月月底都会亲自来盘点。今天就是月末。怎么回事？后山旧仓库的监控怎么全黑了？林厂长，可能是这雨下的太大，后山的老电箱又跳闸了。那边的备用包装盒明早发货要用，咱们得确认一下数量啊。浩哥今天在前厅接待市局的人，别拿这种小事烦他了。等浩哥忙完，我再跟他汇报。那我陪您去。不用，你带工人去排查一下前面的线路，我5分钟就回。强子，他要杀人。奇怪，不仅监控断了，连照明线路也烧了吗？这雨下的真邪门。再近一点，再走近2步，只要一刀，陈浩这辈子都会活在痛苦里。谁在那边？估计是后山的野猫，吓死我了。谁找死，老子杀了你！强子，你疯了！你看清楚，是我，是你妈！妈，你干什么？你松手！我就差1步就能弄死那个贱人了！你放开我！你不能去啊！你杀人是要偿命的，强子，你醒醒吧！你现在是被全省通缉的逃犯啊！
你拿刀去杀林小夏，那就是故意杀人罪，是要吃一粒枪子的。吃枪子又怎么样？我现在跟死人有什么区别？我什么都没了。陈浩害得我身败名裂，害得我们在县城连个叫花子都不如。我不杀他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咽不下也得咽。陈浩现在手眼通天，厂子里有几十个退伍军人当保安。你今天就算杀了林小夏，你以为你跑得掉吗？妈就你这一个儿子，你死了谁给我养老送终啊？妈，你放开我！养老送终？妈，你到现在还想着你自己？哈哈哈哈哈！要不是你从小教我见钱眼开，要不是你非要办那个狗屁升职宴，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我那不也是为了你好？少废话！我今天就是下地狱也要拉他们垫背！滚开！陈总、周总，刚才排查线路的兄弟汇报，后山旧仓库的电箱不是自然跳闸，而是被人用利器人为切断了主电缆，断口非常平整。人为的？难道是刘强摸进来了？小夏呢？小夏在哪里？林厂长5分钟前说去旧仓库看一眼包装盒，他一个人去的。老周，拉响1级警报，封锁后山所有下山路线，跟我冲！强子，你听，保安发现了，警察马上就来了，快跑啊！跟妈去派出所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至少能保住一条命啊！自首？我去坐牢，让你在外面捡垃圾，你给我松手！我不怕，我要去杀了那个贱人！你要去杀人，我就在这大喊救命，把保安都引过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挨枪子儿！起开呀！妈，你起来啊！你别装死，吓我！是我杀了他，不是我，是陈浩，是林小夏。如果不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怎么会失手杀了我妈？小夏，你在哪儿？搜索旧仓库周围。陈浩，你们都得死，都得给我妈陪葬！陈总、周总，在这里，发现目标。陈总，颈椎折断，后脑遭受致命钝器重击，人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这陡坡上有明显的挣扎滑坡痕迹，绝对不是意外事故。是刘强，他彻底疯了，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下得去手。什么？这人渣现在手里有人命，就是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陈总，那他现在人呢？调虎离山，他知道逃不掉，故意把我们引到后山。他的目标是小夏。老周，马上通知全场1级封锁，所有人跟我回撤主场区，快！又跳闸了，今晚的电压怎么这么不稳？快，后山出人命了！陈总命令全员合围。去吧，
都去后山看那个老东西的尸体吧。陈浩，你算无一策又怎样？你就算拥有整个商业帝国，今晚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竹编礼盒还差500套，明天得让采购部去县城催一下。谁？老王吗？是不是来电了？刘强，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血？这是我妈的血啊，小夏妹妹。你杀了二姑，你简直是个畜生！是你和陈浩逼我的！如果不是你们毁了我的前途，如果不是你们设局吞了我的钱，我怎么会变成通缉犯？我妈怎么会死？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错！我要把你的脸划烂，我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我要让陈浩亲眼看着你在他面前流干最后一滴血！小夏，千万不要出事，千万等我。跑！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去死吧，贱人！陈浩，你特妈自己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你做梦！给我滚！陈总，林厂长，完了，被抓到就死定了。浩哥，你别吓我，你看着我，医生啊，快叫救护车！小夏别哭，我答应过要护你一辈子的，我不会食言。不是你死，你听见没有？陈浩，你不能扔下我一个人！快，担架！通知市医院开启最高级别绿色通道，快救人啊！林女士，刀刃距离心脏只有不到1厘分，虽然勉强止住了大出血，但病人失血过多，加上重度跟感染，目前还在深度昏迷中。接下来的48小时是生死关，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求求你，用最好的药，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只要他活过来，他不能死。林厂长，打扰一下，我们刚才搜山发现了张翠花的尸体，柳强涉嫌故意杀人，但最新的监控显示，他连夜扒上了一辆去往西南边境的货车，正在往境外逃窜。边境，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绝不放过他。老周，立刻悬赏100万，把消息放给边境线上的线人。哎呦，这不是当年在酒桌上叱咤风云的刘主管吗？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了？磊哥，救命！国内我待不下去了，身上背了人命，条子查得太紧。你当年说过在东南亚有路子，只要你送我出去，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全给你，只要今晚能上船。强子，咱们兄弟一场，哥哥能不帮你吗？对面可是天堂，只要你敢干，到了那边吃香的喝辣的，赚个几千万，再换个身份回来，谁还认识你？对，那个王八蛋以为我死定了，老子偏要活出个人样来。等我东山再起，我一定要把他挫骨扬灰。有志气。到了。上船吧，对面有人接应你。磊哥，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喂，阿坤哥，猪仔送过去了。这小子在国内犯了命案，绝对不敢报警，你们往死里用就行，油水应该能榨出不少。你们干什么？我是王磊介绍来的，我是来投奔兄弟赚大钱的，放开我！赚大钱？王磊那孙子没告诉你，你是被他按6万块钱卖给我的猪崽吗？啊！卖给你们？不，这不可能，我们是兄弟啊！在这里，连亲爹都能卖，你算什么东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组的业务员，每天业绩不达标，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放我回去！我要回国！我是通缉犯！你们把我交给警察啊！我要坐牢！求求你们让我去坐牢！林厂长，您都3天3夜没合眼了，这么熬下去，张总还没醒，您自己就先垮了。厂子里的事儿由我盯着，您去睡一会儿吧。老周，浩哥是用命保下的2期工程。宋氏集团倒了，现在全省的渠道都在看着我们，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我要替他守住这片江山。浩哥，你听得到吗？我们的诗意徽州马上就要全线上市了，你一定要撑住，我等你醒来。喂，王阿姨吗？您的账户涉嫌洗钱。完了，刘强，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你1分钱业绩都没出，你以为这里是养老院吗？大哥，我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肋骨断了，疼得没法集中注意力啊！是吗？那我帮你治治。来人，拖出去！不，你要干什么？不要！救命啊！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如果能重来，我宁愿去捡破烂，我宁愿回国坐牢。杀了我吧，求求你们杀了我吧！浩哥，老周，林厂长，医生，快来人啊！林厂长晕倒了。林厂长，您终于醒了，您可吓死我了。老周，浩哥呢？浩哥怎么样了？林女士，您先别激动，小心动了胎气。医生，您说什么？恭喜您，您怀孕已经6周了，因为过度劳累和精神受刺激才导致的晕厥。您现在不仅要为自己保重，还要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保重。我要去见他，我要马上告诉他。浩哥，我来了，外面天晴了，咱们厂子的2期工程也稳住了。浩哥，你摸摸，这里有我们的宝宝了，你要当爸爸了。你不是说要护我们一辈子吗？你这个大骗子，宝宝还没出生，还没见过爸爸长什么样，你不能就这么睡下去。陈浩，你给我醒过来！浩哥，傻瓜，哭什么？都要当妈的人了。我怎么舍得死？浩哥，
3个月没回村，感觉像过了半辈子。我们的心血终于要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扎根了。陈总，您休养这3个月，咱们的高端农业品牌在全省彻底卖爆了。上个月利润突破了9位数，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入了股，成了咱们的合作社成员。以前是我们瞎了眼，听信了那个混蛋的挑拨。陈总，刚刚收到境外的确切消息，他在缅北因为受不了折磨，加上重度感染，上个星期已经被扔进了后山的万人坑。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他从拔刀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下场。老周，通知下去，把集团的事务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下个月初6是好日子。陈总，您这是要……我要给小夏一场前所未有的、最盛大的婚礼。老天爷，这场面就是古代的状元郎娶亲也比不上啊！人家陈总这叫有文化、有格局。今天是我和小夏大喜的日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有了几亿的身家，还要回到这个穷乡僻壤来办婚礼？因为这里有我们的骨、魂、根韵。钱只能买来物质的虚荣，但家乡的土地和身边这个愿意陪我吃苦的女人，才是我陈浩真正的底气。农艺徽州不仅仅是一个品牌，它将是我们这片土地永远的骄傲。老婆，我会永远爱你。我也是。